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一本记录着新疆腹地的诡异考古笔记呢，牵扯出了一个有关于独木青羊的事件。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呢，新疆大学的金石岩专业的研究生袁森就跟随朋友进入了沙漠，意外就遇到了一只沾染着死亡味道的诡异黄羊。一个神秘消失的古国呢，慢慢浮现了出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独木青羊事件。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几十年前，一支进入阿勒泰深山的考古队呢，意外就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关于独木青羊的考古发现。新疆大学的金石岩专业的研究生袁森呢，受导师委托就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同样遇到了一只诡异的黄羊。而在沙漠里呢，他们就惊人的发现了古代西域神秘的守陵人村，似乎呢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庞大秘密。沙漠腹地呢很容易起了沙尘暴，为了躲避风暴呢，三个人决定下到一个沙洞里面。王忠南就打着手电对着弧形的石墙仔细的观察，果然有一个椭圆形的洞口。三个人合力呢将岩石推开呢，于是三个人依次就下入了通道，小心翼翼的朝前走。他们就说那个通道奇长无比，三个人走了10多分钟才走到底。到底的对岸是一片荒芜的乱石堆，半人高的这个石条紊乱的插在一起上面有残破的痕迹，地面上呢是潮湿的黑泥土。这里面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荒原，广阔的土地上只有凌乱堆积的石头，地面坑坑洼洼的非常不平整。接着又走了一段呢，他们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大块巨大的冰盖，那个冰盖长宽呢约有几十丈，向四面铺开。冰盖上面呢倒悬着一些冰凌柱子，硕大无比。放眼望去呢，整个世界都泛着白花花的光芒，非常刺眼。这些冰柱呢就像是石钟乳一样倒挂在洞顶上。而王忠南就说呢，在古老的南疆呢，这些叫做冰斗。据说在古代呢，有人曾经在楼兰的地下挖掘过庞大的地下冰斗，而且伴随着冰斗一起出现的呢，还有触目惊心的尸葬群。于是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抱着这个冰柱朝前挪。袁森突然就背上一紧呢，肩膀上剧痛无比，不知道遭到了什么东西的袭击一只手呢就从这个冰柱上滑了下去。只见呢几只苍鹰呢在这个冰柱的缝隙里自由地穿梭。这几只盘旋飞舞的鹰呢，一身火红翅膀的边缘的这个翎毛更是赤红一片，就像是周身围了一层火焰。在中国古代呢，叫这种大鸟为火灵鸟，也就是传说中的火凤凰。突然他头皮一炸，身体被什么抓住蹬了一下，一只苍鹰呢悲鸣划过，所以这个袁森呢就被那个东西抛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山洞之中。好在呢没有骨折他起身打量呢，他心里就想这个世界第2大的沙漠中居然还藏着一个巧夺天工的地下洞穴。这座洞穴建于何时呢？无从考究，但是如果这个秘密一旦被世人所知那必定是震惊世界的。走了一段时间呢，他看到一条狭长的地下河，正打量之际呢，水中出现了巨大的漩涡，似乎有一个庞大的影子向他盖了过来。袁森当时暗道一声不好呢，眼前不由得一黑而耳边呢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他说走，一只手呢抓住了他的胳膊向前游去。袁森一眼看到那个人居然是穆拉蒂里达。从通道爬进去之后呢，两个人进入了一间巨大的石室，而石室凿刻的非常仔细石壁与地面看起来非常的平整。洞穴中央就放着一栋楼阁，而这栋楼阁并非模型，而是一栋真实的楼。袁森正看得痴迷突然就想起来，在数千年前呢，这里是古代的西域，而西域的王侯贵族怎么会用中原的建筑风格呢？而且他说看那些阶基石柱门窗建筑的特征呢，应该是秦汉时期的建筑风格。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下修建这么庞大的洞穴，汉族的贵族肯定是不可能的嘛。如果不是汉族的贵族，那又是谁呢？两个人看得入神。突然之间，后殿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钟声，那钟声浑厚一下子把两个人给惊醒过来。这空旷的石殿里面难道还有别人吗？袁森就推开了侧门呢，一照之下隐约可以看到那个侧殿的珠帘后面有一个人影。那个人背对着他们不发一言，而背景看起来呢非常的瘦弱修长，有点像女人的样子。而这个女子双手自然的垂在的长衫两侧。袁森走到她的身边呢，女子缓慢的转过头来，袁森一下子看清楚她的脸，那几乎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美丽，是典型的东方人的面孔。她到底是谁呢？袁森不自觉地被她吸引，而就在此时呢，只听见啪啦一声响呢，
袁森看到了一片血光从他的眼前飞过，接着呢就是一声哀怨的悲鸣是穆拉蒂利达呢站在了珠帘旁边，他腰间的石刀呢带着一块辉煌的肉呢就插在了木质的窗格上，瞬间呢美人消失了。而在角落里的呢是那头在沙漠中消失了的诡异黄羊，又一次出现在了袁森的面前。于是呢袁森立刻就明白了，原来是中了黄羊的幻术，这黄羊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对付他清醒过来呢才注意到手里沉甸甸的还拿着一个东西，一看之下吓了一跳。他说那是一块玉牌不大不小，触手冰凉，上面雕刻了许多细小的文字，是袁森所知的任何一门外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穆拉蒂利达说这块玉牌呢就是部落贵族下葬时含在口里的，而这口含玉呢至阴至寒，楼兰人和尼玛人呢都喜欢用玉牌呢做口含下葬。袁森就愣了半晌，他就觉得太诡异了。既然刚才那些幻觉是青阳在诱惑他呢，那这块玉牌呢很有可能是青阳留下来的吗？为什么会留下这块玉牌给他呢？这中间到底隐含了什么秘密呢？而且穆拉蒂利达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尽呢？那只有一个可能了，他就是一个守灵人。他们觉得这里很不对劲于是就开始往外走，来到了一间不大的石室。石室内呢就摆着一口巨大的石棺，棺盖推了一半，上面趴着一个人，那个人面朝下。袁森看那个人的背景熟悉匆忙把人翻过来以后大吃一惊，原来他呢是王中南。而此时的王中南面色发黑已经死去有几个时辰了。也许呢他是受到了火灵鸟的攻击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不知道遭受了什么意外，就葬身在了这个地下的古墓里了。石棺里空空如也棺材前的石壁上呢一幅画呢却吸引了袁森的眼球，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侧影图，图上的女子呢一身宫装，回眸一笑，笑容里呢有一种说不出的出尘脱俗，让人忍不住看了又看。袁森越看越觉得这宫装的女子呢与他在石殿里看到的那个女子非常相似。宫装女子的画的旁边呢还有几行发黑的字，那字呢看样子是用血写的，是一段文言文，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题字的人呢是当朝的一位身世显赫的大将军，他屡建战功一次又一次的驱逐了侵略的外邦，但是这个大将军呢却爱上了皇帝的宠妃，而皇妃对他呢也是一往情深。他每天呢在朝堂之上看着皇妃哀怨痛苦，却无能为力。后来呢皇帝驾崩呢，新的皇帝继位，可是根据皇族的规矩呢，新皇帝呢可以继承先皇除了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所有的宠妃。这位来自于外邦的皇妃呢不能够接受这种乱伦的行为，所以每天呢郁郁寡欢，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而大将军看着皇妃一天天消瘦下去呢，深为痛苦，但他根本帮不了皇妃。于是呢为了解决皇妃的忧郁呢，他经常给这个皇妃写书信，通过内侍官呢送给皇妃，以解皇妃忧愁。这个办法呢果然奏效皇妃呢终于从阴霾中走了出来，脸上呢逐渐有了笑容。殊不知呢这一举动呢为以后的灭门之灾埋下了伏笔。1年之后呢，外邦来犯大将军呢率军奋起抵抗，大获全胜回朝的时候呢，在半路上被卸甲绑赴都城。他在监狱里才知道他与皇妃通信的秘密呢被皇帝知晓，而且呢罪证确凿，所以皇妃呢已经被皇帝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赐死了。于是大将军悲痛欲绝，而看守他的人呢很多呢都是他之前的老部下，所以狱卒同情大将军呢，冒死就将他放了出去。大将军为了让皇妃荣源永驻呢，偷偷的就潜进了皇帝为了欺瞒外邦而为皇妃修建的豪华地宫，偷出了皇妃的尸首把她就埋葬在了北方的一个秘密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呢可以让皇妃呢容颜永驻，最重要的是那里有皇妃背负了一辈子的使命，是她离开富饶故土远嫁外邦誓死要寻找的东西。看到这里呢，袁森心里不禁一动，他要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文章的最后署名是珍惜威武大将军阿布利。于是袁森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沙谷的古墓中爬了出来，辗转就回到了寂静的沙海之中守灵村。又走了3个日夜呢，终于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无人区，抵达了轮台古城的边缘。他们在那里就碰到了考察轮台古文明的遗址考古队。在车队结束考古工作正打算回城的时候呢，于是将他们送回了乌鲁木齐。袁森心里就藏着太多的疑问了，要想搞清楚这古墓的来历呢，就得先搞清楚他手上的那一块从汉宫里带出来的
玉牌口含。他在古玩市场里绕了几圈啊，遇到了一个举着玉牌吆喝的老头，而玉牌呢呈一个倒梯形，从底部中间凹进去一个缺口，上半缺口呢就像是一个羊头，缺口上呢又有几处细小的瑕疵，勾勒出了羊的鼻子和角。于是他大喜啊，将自己的口含玉拿出来，2块古玉呢居然能够拼到一起。老头称呢这个东西叫灵兽玉骨，一共有3块。要想要破解灵兽玉骨呢，就必须要找到第3块叫做幽冥鬼谱的古玉。袁森简单的讲了他的经历之后呢，一问之下还真的找到了线索。老头就说呢，2000多年前呢，西域乌孙王呢内忧外患，被匈奴打压得非常惨重，随时呢有灭国的危险。当时的乌孙王就重用了一位将军呢，那个将军呢就唤作阿布力。而阿布力呢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他率领着乌孙王朝的军队呢，连续几次呢抗击匈奴的大军东部扩张，节节胜利。不但收复了匈奴铁骑下的大片土地呢，还大败匈奴，被封为了征西威武大将军。既然能够确定征西大将军阿布力呢是乌孙王朝的将军呢，就可以推断古墓一定是乌孙的墓穴。而乌孙与匈奴的纠葛呢，要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乌孙本是被匈奴扶持的附属国，两国联手抗击强大的大月支，苦战多年之后呢，大败大月支呢，将其驱逐到了阿姆河北岸，夺取了大月支在伊犁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国势开始强大。乌孙呢就从这个匈奴独立出来之后大月支呢已经不足为患，匈奴与乌孙就成为了横行西域的2大强国，一山难容2虎嘛。于是这个乌孙强大之后呢，就成为了匈奴眼中钉。当匈奴成为西域的霸主之后呢，就开始残酷的打压乌孙王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乌孙就开始与西汉王朝接触，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呢，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开辟的。张骞出使西域呢，与乌孙王朝的接触，随后就有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昆莫，成为历史上真正的出塞第一人。据说细君公主的生父呢，就是汉江都王刘建，而刘建企图篡权夺位被杀，罪行呢株连9族。小女儿刘细君呢，也因为罪行太小而免于死刑。细君长大之后呢，被汉武帝封为了细君公主，送往乌孙和亲，被誉为历史上的出塞第一人。回想起史书上的记载呢，袁森的脑中渐渐就把线索呢连成了一条线。阿布力将军乌孙王朝，西域汉宫，神秘血书，细君公主。原来沙海古墓中的墓主呢，阿布力将军血书中的皇妃呢，竟然是西汉王朝远嫁给乌孙王昆莫的和亲公主刘细君。可是最让袁森疑惑的是，血书中提到的阿布力呢，把细君公主的尸体藏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呢是他不远千里远嫁塞外的真正目的，那里有他寻找了毕生的东西。这么说，细君公主嫁到乌孙呢，并不像正史中所记载的是和亲她真正的目的是寻找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老头为他提到了一个名人所著的奇书《西域经言》中的一段，上面就说招摇之山有兽曰青羊，身2角，体阔，身去目，独行。另有一种独目人呢，他们善于寻找埋藏宝藏之地。独目人把青羊奉为神灵，沙漠之行的种种遭遇呢，无不都跟独目青羊息息相关。如果按照西域经言中所说呢，独目青羊只是昆仑山以西的一座大山上的神兽，那也是洪荒时期的生物难道这种生物一直都活在现在吗？这只青羊据说知晓一部失落已久的经典，而这部经典呢，关乎到一批珍贵的宝藏以及一个隐藏在深山中的古老遗迹。难道说细君公主要找的就是这个青羊吗？而古玉、青羊、公主呢，都与一个地下国度有关。在数千年前呢，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国度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地下呢，埋藏了庞大的金矿。这个国家的国土极小而且国小兵弱呢，但是遇到外来族犯呢，从未吃亏过。原因就是该国不但拥有极端丰富的黄金，他们还有极端厉害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巫术。赶来犯的其他的军队呢，常常是数万大军席卷而来，结果往往都是那个国家不费一兵一卒呢，就让数万军队呢全军覆没。如是几次呢，那个国家就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西域鬼国。那历代的鬼国国王呢，都安守本分与世无争。
直到鬼国的新王大泽王继位呢，大泽王原名叫阿布利木，他的父亲呢是一位采药人，他自小呢就跟着父亲上山采药，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日呢，这个阿布利木呢去市集换取食物一队穿着麻衣的队伍呢从城中走来，队伍中间呢有2个轮子的车子呢，车上是被羊皮盖起来的尸体，死了人还有这么大排场肯定是王公贵族嘛。马车压到一块石头呢，震动了一下，羊皮下的一个人的手呢耷拉了下来被阿布利木给看见了。那个人的手在动，他立刻上前就拦住车队大叫道：车上的人我可以救活他，你们不要把他送去埋葬。而阿布利木呢就给车上的人立刻灌入草药，又是念咒跳舞的忙活了好一会儿呢，马车上的人就清醒了过来。与此同时呢，青阳神的使者出世救死活人的事件呢立刻就传遍了鬼国。这个死而复生的人呢，其实就是鬼国的国王林德王。经过了一番争斗呢，阿布利木终于继位。在此之前呢，阿布利木在大草原上数次见到一位叫做古利菲亚的女将军，很快就爱上了她。而古利菲亚的部落呢，有件传族之宝呢，叫做灵兽玉骨。拥有这块灵兽玉骨呢，就可以打开传说中的翡翠琉璃宫，可以长生不老。而阿布利木呢和林德王的争斗呢，也是因为这块玉骨而起。阿布利木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呢，率领着守卫边境的全部的鬼国军队呢，杀进王城林德王不敌呢，最后就死于乱军之中。只是呢，古利菲亚呢已经被林德王所杀了。爱人的惨死呢，就深深的刺激着这个大泽王，于是他登坛做法呢，灵兽玉骨的秘密就被打开了，终于就找到了传说中的翡翠琉璃宫。但是古利菲亚却已经死去复活与长生之说呢，根本就无迹可寻。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泽王就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就举全国之力呢，在翡翠琉璃宫的外面就再建了一座地下黄金城。为了让地下黄金城能够完整的将翡翠琉璃宫保护起来呢，更深层次里呢，也藏着阿布利木呢没有保护好爱人自责的情绪在里面。而数十年之后呢，那一座宏伟的地下黄金城呢，竟然真的被阿布利木修建成功。而这座黄金城之中呢，埋藏的秘密呢，远不止于此。究竟还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下期再见了。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